家好，时光过得真快，现在又到了2025年的一生法会。我在去年的一生法会讲了修心八纪，本来在想接着把它讲完，但是去年生了一次病，然后行程比较赶，所以我还是想把它讲完。然后希望在今年的法会上呢，我们继续把修心八纪学完。好，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学习了修心八纪的第一纪，就是我欲一切诸有情，视之尤胜如意宝，念彼能成最胜利，故学常怀真爱心。意思呢，就是我对于一切有情看得比如意宝还要超胜，想到他们能够承办最胜的利益，因此呢，学习怀着最极真爱的心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学习第二纪，任于何处与谁伴，事己教诸众人悲，习学从心最深处，真爱尊他为最胜。意思呢，就是无论在何处，在何时与谁相伴，将自己呢看得比众人要卑微，要学习呢从内心的最深处尊奉他人是最为殊胜的。然后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说，为什么我要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殊胜呢？我自己也很重要，至少呢要平等。那为什么修行要求我们把他人看得最为殊胜呢？然后这里边就有一个要不要修学菩提心的问题。比如说，如果只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利益，然后为了自己寻求快乐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也会培养爱心和慈悲，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还是为了自己吧，对吧？为了自己，他就逃不出自私的这个观点，就是说这种欲乐。那如果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从私欲出发的话，我们到底能不能得到最圆满的快乐呢？最好的结果呢？是不能得到的。相反的呢，我们要从内心深处为了利益别人，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心量，甚至去呢希愿成佛，然后来修学显密的道次第，然后这是多么幸运欢喜的事情。那在学习利益他人时，如果把自己看得比较优越，然后把别人看得比较卑微的这样的傲慢的心理，会不会造成发展利他心的最可怕的障碍呢？是会的。我们不尊敬别人，也不看重别人，那如何能把友情放在心上，像如意宝一样珍惜呢？因此呢，我们必须要依靠法药。这个法药呢，就是对之傲慢的良药。到达多高的强度呢？就是你无论跟谁在一起，都是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低。如果我们的态度谦虚的话，那会对我们有好处吗？谦受益，慢招损。我们的良善品质呢，很显然在自己谦卑的对待其他生命的这个习惯中就会得以增加。那反过来呢，如果我们非常的傲慢和自大，那到底会不会快乐呢？可能很难快乐，然后会变得比如说很容易滋生其他的烦恼，因为觉得自己很高傲，所以别人就不能超过自己，如果超自己就会嫉妒，甚至会嗔恨别人。然后如果内心有嫉妒或者嗔恨别人这些烦恼的话，那我们的生命会愉快吗？一定会产生不愉快的气氛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在家里会产生不愉快的气氛，然后到工作单位还是会这样，然后可能走在任何地方就会散发着这种傲慢的，就看不起别人的这种所谓气氛，所以大家都会不愉快。那我们把自己看得很重要，有没有理由呢？一定是有理由，但是那个理由是不是对的呢？比如说我们对自己感到骄傲，因为一定是我自己有很多优点，很优越，所以呢它是有理由的。
要反过来要修行的话呢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思维别人的优点，这是个理由哦，然后思维自己的缺点，那我是不是会变成是谦卑的人，同时对着骄傲呢？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在散步的时候，如果在土路上，旁边有草丛，走路的时候因为护生就要很小心，因为呢地上会有蚂蚁。以蚂蚁为例，那请问我要把它看得比我超胜吗？我要比它卑微吗？注意哦，我们是在讨论问题。那首先我是人，当然是不是我比这个小蚂蚁还重要？比如说我比它身量大那么多，如果我不小心的话，它就在我脚下没命了，好像掌管着它的生死一样。不过呢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，它是很可怜的。这只弱小的蚂蚁一直为业障所牵引，然后它在恶道里边挣扎，就是现在还貌似无法修行。但是我也听有些高僧说过，我和蚂蚁不知道谁会先成佛，意思就是在蚂蚁面前也不要傲慢，因为谁会先升起菩提心，谁会先成佛是不一定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比如说造善的能力我们好像比蚂蚁强，但是造恶的能力呢，比如说是人，然后拥有着很大的潜能，还有高超的这个思辨力，然后我们有没有可能错误的运用我们的能力呢？比如造恶业也很大，然后虽然说我自命为修行人，然后好像发愿要利他这样的修行人，但是呢，如果不好好的安立自己生命的动机和目标，错误的运用了人的这种能力，那是不是会比一只小蚂蚁造的恶业还要多呢？可能会很多哟。那如果这样思考了的话，会不会那种一定是比蚂蚁超胜的这个思路就会被动摇？沿着这样的思路，你就可以向下思考，一定是对我们会有帮助的。注意，还是要思辨。所以呢，我们是非常有必要学习，无论住在什么地方，跟什么人为伴，从所有的方面都要视自己为卑下的，从内心深处恭敬他人。在同伴之中呢，那高于自己的，比如说上师啊，跟自己相等的，比如说同犯横者呀，然后低于自己的呢，你可以想很多种类，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如果呢你是个乞丐的话就很低，但是呢我们在很多因果故事里也有看到说，有的菩萨会示现如个乞丐来成就你的布施。所以从所有的方面呢，就是比如说从种性心力过失的方面，然后安利自己什么为低劣，然后呢我们在种性上不能升起慢心，比如说我们要对身体产生我慢，那请问觉得自己长得很庄严啊，怎么样这些想法，但是呢有黄金殊妙的山色吗？也没有啊。然后我们没有像佛那样庄严的身体，然后值得众生去礼敬和观看。那如果就心力而言，一切心力当中，自己是最低劣的，要这样去观察。那想要在学识上升起慢心的话，对于五种名处一概不知，然后稍微听过一点也都无法辨识此意的增减。而在言行上呢，偶然的行为中，比如说这里边说啊，已经承许为作为一个出家人，但是呢这里边是就出家的角度讲说，但是就连断恶行也没法做到，甚至还会升起三毒的意乐，身语的行为大多都是不清净的，因此今后尚且难以获得善趣，何况是涅槃呢？注意哦，这是一个修行人，然后无论是出家人或者居士，我们都因为自己是个修行人，所以会很在意自己内心的毒素，就三毒贪嗔痴，
然后这样的会考虑自己的身业、语业、意业是否清净，因为持戒清净才能感得善趣。然后如果不能生善趣，那怎么样得到涅槃呢？所以入行论中说，就凭我这样的行为，都是很难再获得人身的。假如得不到人身，就会只有恶行，而缺乏善行。思忖自己所有的这种过失，然后就在心里想说，会在我之下行走的，就只剩下流水了，就只剩下水了。以此呢，来降服我慢。提到学习恭敬他人呢，是指直接看到他人的功德，以及呢，但凡看见种姓容貌啊、受用啊、正法的功德，还有六度等等，这些都要心想，在过失的自信当中，能具有这样的功德，真是非常稀奇的，就要随喜别人。所以对于没有真实具有功德的人，应该想说，所有的这些人不知道内在就有什么功德。然后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形貌丑陋有僧的这个典故。这个典故是在说什么呢？是在说，就是有一个丑行游僧典故。它这里边说，在印度的乞丐的群中，有一位住在门背后的游方僧。人们说，把洗锅水泼到他身上的时候，看大家对他不是很善意，然后泼到身上就会发出嘶嘶的响声，就说他身体很热，好像水都快开了。然后当时呢，就是有外道来进行辩论，其他出家人就都辩不胜，没办法击对他。于是呢，就叫来一个洗锅人，说：“听说你有一次把洗锅水倒在一个游方僧身上，他发出滋滋的声音，那个人在哪里呀？”然后呢，他就找到了他，找到了他之后呢，就参加了辩论，结果呢，他就击败了对手，就击败了外道。所以从这个事情能够推断，你看他在乞丐群落里这个故事就说明，说不定谁有了不起的功德，但是呢，对于我们的当下的内心来说是不知道的。提到说从至心深处呢，是说到这个意乐并不是空话，而是对于呢一切人不分高下，像柳条一样调柔。像如月阁习就解释说，像柳条一样的调柔是指要让自己的心像柳条一般柔软，然后不会只覆盖在凸起的地方，就是风一吹那个柳条都会飘开来。你们看到那种垂杨柳、垂柳，眼前是低洼的或者说高处的，它都会用它的柳条去轻轻的，就是拂过它，拂过它，不会因为是凹处它就不拂。这里边有一个就是说，他用他的柳枝，然后去平等的去抚慰一切众生。如果有这样的意乐呢，我们能有这样的意乐，就是像柳条一样柔软，那观世音菩萨就会称赞说，善男子，可能还有善女人，善哉。这个道理呢，像什么呢？就像在大海，大海是在低处，所以一切的江河呢，全部都汇流其中。同样的，没有傲慢的相续，能够出生一切出世间的功德。因此在般若摄颂中说，如同诸众生的奴仆一般而安住。这是谦卑啊，不是说他真的是奴仆，他是谦卑的心。三藏的意涵呢，也是在降服我慢的方便。如果有我慢，即便在今生当中，也会与任何人都不和睦。来世的过患呢，就像提到，愚痴的人由于我慢而投生在恶趣及无暇的地方，贫穷、下劣种姓，还有眼盲，还有什么羸弱、丑陋等等，烦恼习气逐渐厚重。对于所有的下劣的境界，注意都会升起猛烈的烦恼。什么叫下劣的境界升起猛烈的烦恼？一点小事就会生很强的烦恼心。说很显然这是业障厚重的表现，然后如果业障这么厚重呢，也不能够获得究竟的菩提。就像提到说，具有我慢的菩萨
会远离菩提。因此呢，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低劣、衰损、痛苦，都是由执取我贤善而出生，就是认为自己是最厉害的。而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安乐呢，都是由有情而出生的。应当呢，看一切有情都会具有功德，而且具有很多可能我不知道的，我看不见的，我想不到的那些功德，用这样的心呢来降伏我慢。